我能快速学会《火影忍者》的画风吗？我一直很喜欢《火影忍者》这部作品，尤其是漫画里的分镜、动作都非常有张力。岸本齐史到底是怎么画出那种厉害的透视和利落的线条？于是我就在想，如果从他的风格中抓出几个规律，我能不能学会他的画风，并且画出一个火影风格的原创角色呢？今天就来试试看。这次我想用绘画的角度来研究这部作品。欢迎来到大师风格挑战，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既然我们要研究一个艺术家，那就要先从他的工具开始。我找了几张火影的扉页以及漫画封面，像是这个我们一起上佐助的这张，它的线稿。从线稿可以看得出来，他用的线应该是属于这种，尾端是比较尖的，然后没有什么太重的感压。我记得岸本老师他的漫画几乎都是用手绘来画的，但因为我是用电绘，所以我就尽量用电绘的笔刷去模仿他这个类似居笔的风格。它的线稿是属于这种很干净的，然后会有一些排线，它的排线几乎都是放在阴影处。然后从它的有上黑白色的图来看的话，像这张佐助的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排线除了用在阴影之外，也会用在速度线或者效果线。那它主要人物的固有色都是用黑色为主。我之前看到有人说岸本老师不用网点，但其实应该没有，因为你看这张奇达比这个角色，他皮肤黑色，他就是使用网点，所以岸本老师他的网点不是说没有，但用的很少，他大多数还是用纯黑色或者是用排线来描绘一些细节，增加层次。我今天打算用我以前画的原创角色来把它火影风格化。我打算拿这张，因为这张是我的作品里面比较有和风气息的，那跟火影忍者这个调性应该会比较合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我之前画过了这个角色，它是以酒吞童子为原型，那就先来构图。这样画感觉这个画风有点像日向一族或大筒木一族。火影的角色头发都尖尖的，我把原本圆形的设计改成刺刺的头发好了。我原本的腰画的很细，但我觉得火影的角色感觉就比较肉，所以我就把腰变粗一点，脖子也会加粗，胸部画的稍微再圆润一点，比较没有那么凸显去它的胸型。好，关于这边的绳子啊，原本是画有点类似中国结的设计，在漫画里面都通常不会画那么复杂的设计，所以我会把它简化。这个地方我会参考佐助或大蛇丸他们肚子上面的绳子的那种做法，简化。我原本胸口上面的这个设计花纹是比较复杂的，那我也会因为火影画风简化一些。我这边有一个葫芦的设计，那说到葫芦，当然是讲到我爱罗了。原本葫芦上面有绑一些线，我把它改成类似我爱罗的那种裂缝好了，找个地方贴一个胶带。这边原本有腰带跟名牌的设计，我就改成他们忍者村会用的护额吧，大概这种感觉吧，像有一点像火影的画风咯。那来做一些排线好了。火影的影子几乎都是用排线，所以我就遵照他的这个逻辑画看，试着把线条画细精致一点点。我说角色眼睛是红色的，那照理讲应该给他画写轮眼吧。仔细画才发现，岸本老师的线真的是很细致。像我自己在画的时候，很常会外形好看就好了，没有那么在意线接起来的样子。但是仔细研究才发现，岸本老师的画风其实线都接得很好，而且都有在对的位置上面，那粗细变化也很稳定，好厉害！画的越简单，就代表你的线需要越精确。它这个绳子，其实看那个大蛇丸，它的那个肚子上面的细节，其实是一节一节的，而且我发现它的线会变得比较细一点点，这样好像比较像一点。只不过一个坏习惯就是我的线的粗细大小很常会不稳定。哇，最后一段，好，绳子大概是这样子，觉得这边的细节好像有点怪怪的，结构不好看。感觉把它变成简单一点，我们讲这个手怪怪的。岸本老师在这种地方会把空间做得很明确，就是谁在前面谁在后面都画得很清楚，所以我才会把它的这串肩带挡在绳子的后面，然后它的压缩感也做得很好，所以我这边的肩带就变得很扁。好，线稿差不多画完了，
好像还算像。接下来加入一些排线，画到这边突然发现，原本我的结构其实是画错了，就它这边的披风照理讲要对称，但我这边画的比较高，没有跟这边对称。我是借由研究岸本老师的线条画风，才知道原本自己有画错。感谢岸本老师又让我学了一课，这样画好像太碎了。好，排线有点抓不到它的排线的逻辑。我尽量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来上色，主要就是把一些地方涂黑。画到现在发现，有些黑色跟黑色颜色会分不开的话，岸本老师会直接用白线来区分，所以我就来试试看，这边用白线画看，像这边也用白线，哦，好像有火影感哦。再加一些细节好了。我原本这边设计是2件事，但我把它改成锁指甲。因为火影的角色很多人都穿这个，补一下背景。老师背景还是会画很多排线，虽然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他自己画还是徒弟画的。来画看影子，发现他的影子会用比较断断续续的线来呈现，其实画这排线也蛮累的，要画的不要超出影子的框框外，然后又要保持一定的粗细。哇！手好酸，发现这两边有点难区分。感觉要在造型的人物的外面排线也擦掉一些，才可以让它的外轮廓展现出来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来做一下最后的细节。我简化了不少东西，因为在漫画里面的细节本来就不会画这么多。像这种，我这边原本有一个叶子的设计啊，我是打算用简单的虚线来呈现就好，不要画太突出。好，差不多了。最后就是给这个护额加上它最后的标志，就是木叶的图案。好，完成。大概花了1个小时，你们觉得我画的有像吗？我是觉得还 OK， 应该算有抓到一点点神韵。那这次的心得就是，岸本老师真的太厉害了，因为像我光是画一个人物加超简单的背景，就要花1个小时。可是老师他以前在连载的时候，每周都要出1话，然后里面密密麻麻还有各种战斗动作，而且还有好多角色。我光是画一个角色就要花1个小时，而且他的线还可以维持到这么漂亮，还要想剧情，真的太厉害了。然后一方面我也学到说，我以前在画插画类型的作品的时候，总是会在一些地方犹豫不决，然后想很久，画了又改，改了又画。但是如果你有连载压力的话，你根本就没有时间想这些，你就是不管怎样，先交出成品再说。我这次在画的时候，其实有故意让自己画快一点，就是不要容许自己想太久，先画出作品再说。那我觉得这样的效率比我想象中还要好，所以这就是我这次的研究岸本齐史老师火影忍者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那就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和 X， 里面有更多绘画作品哦。还想看我研究哪些大师的画风？底下留言跟我说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